注意看，这个女人以为自己嫁给了爱情，拥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完美婚姻，却没想到她那堪称模范丈夫的男人竟背地里将她迷晕，像一件商品一样挂在暗网上拍卖。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诡异的二手交易贴说起。女人卡拉无意间加入了一个私密的二手买卖群组，本想淘点复古家具，却被里面离谱的价格惊呆了。一个手机充电器敢卖$1000，竟然还有人抢着要。就在他准备退出的瞬间，一条新上架的商品信息弹了出来：1999年5月产自行车，售价$800，仅限自提。卡拉的心猛地一沉，1999年5月，这正是他出生的年月。他颤抖着点开照片，瞬间如坠冰窟。照片的背景不是什么商店，而是他自己家的客厅。那张灰色的地毯，那辆自行车，正是他2个月前花80块钱买的。更恐怖的事情接踵而至，评论区一条留言写着：上次的试驾体验太疯狂了，顶级服务800块简直是白送。有人开始询问商品参数，卖家竟然回复了一串数字：90分钟，3为36、24、36。卡拉的双手剧烈颤抖，这分明是他的3维尺寸。一个用户甚至要求看实拍图，卖家随即甩出一个链接，卡拉几乎是凭着本能点了进去。画面中，一个身穿黑色蕾丝、眼睛被丝巾蒙住的女人昏倒在沙发上。尽管看不清脸，但卡拉认得那头长发，更认得她胸口那颗独特的胎记。照片里的人就是她自己。几秒钟后，照片就人间蒸发了。卖家轻描淡写的解释说自己最近迷上了钓鱼，所以用不上自行车了。卡拉猛地抬头望向墙角，那里赫然放着一套崭新的渔具。她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那是她丈夫本的新爱好。本这个结婚3年的男人，在外人眼中是完美丈夫，是不可多得的黄金男孩。可现在，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相，正是这个男人一直在用药物迷晕她，然后把不省人事的她当成一辆二手车供陌生人试驾。群里的竞价已经进入白热化，一个叫午夜流浪者的用户直接出价$10,000，并要求送货上门。这个价格让所有人闭了嘴。卖家兴奋地表示价高者得，并保证货物质量顶级。就在这时，卡拉的手机响了，是丈夫本发来的信息。他竟然让卡拉把那辆旧自行车送到午夜流浪者指定的地址。卡拉感觉快要无法呼吸，她找借口说自己不舒服，拒绝前往。没想到本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，语气温柔的令人毛骨悚然。他编造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，说买家是个有社交恐惧症的女孩，害怕见男人，所以才特意拜托卡拉去送。这个男人简直是天生的演员。卡拉再次拒绝后，群里的卖家立刻更新了状态，说货物出了点状况，无法送货。然而无业流浪者却表示没关系，他可以上门自提。下一秒，卖家就在群里发出了一个地址，正是卡拉和本的家。恐惧瞬间吞噬了卡拉，他必须马上逃走。他抓起钥匙冲向大门，可本的信息再次传来，提醒他吃床头的维 C。几乎同时，客厅的摄像头转向了他。本那关切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，劝他不要出门，因为他可以通过 GPS 随时找到他。卡拉不顾一切地去拧门锁，但就在碰到门把手的瞬间，一阵天旋地转袭来，他重重地倒在地板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卡拉在自己的卧室醒来，浑身酸痛，衣服也被人换掉了。她惊恐地回想昏迷前发生的一切。这时，走廊传来了争吵声，是丈夫本和他的弟弟丹尼。本正愤怒地斥责丹尼不该把陌生人带到家里来，吓到了独自在家的卡拉。而丹尼则辩解说是卡拉不愿意去送货，他才把买家带了过来。更让卡拉震惊的是，本还让丹尼把他那套惹人厌的渔具赶紧拿走。卡拉彻底懵了，原来在网上卖东西的不是丈夫本，而是他的弟弟丹尼。那套渔具也是丹尼的，难道他一直都误会了本？就在这时，本推门进来，看到他醒了，立刻满脸心疼地走过来，温柔地亲吻他的额头，检查他的体温，仿佛他真的是生病了一样。卡拉看向门口，只见丹尼正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，眼神冰冷而疏远，像在看一个与自己无关的物体。一个巨大的疑问盘旋在卡拉心头，他明明看到了那张自己昏迷的照片，看到了胸口的胎记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丹尼干的，他又是如何拍到这些照片的？眼前这个温柔体贴的丈夫，究竟是无辜的受害者，还是一个比弟弟更可怕的伪装者？